OK， guys， 我想要跟你们讲故事。什么？ OK， 我讲的这个故事呢，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你的 SPM 要到了，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会有一些帮助这样，有一些帮助这样，所以来，我想要跟你讲的东西就是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呢，它是两个心理学家，你们懂什么是心理学吗？就是 study psychology 的人呢。所以来，这个是发生在1999年的，1999年啊。所以来，我跟你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很有趣的。那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小偷哦，他突然有一个想法啊，他想要打劫银行。哎，我讲过这个故事没有，因为子英的反应好像懂这样哎。OK， 来认真，OK， 来，这个是真实故事来的。他想要打劫银行，然后打劫银行，银行有 CCTV， 所以他就在想 ，OK， 我要怎样打劫了，不要给那个 CCTV 拍到这样。然后他就讲啊，他就去 research 要怎样可以变隐形。变隐形啊，隐形，因为不要就是那个 CCTV 拍到，就明明你在偷钱了，可是那个 CCTV 拍不到这样，所以他就去研究然后他就发现到你们有没有看过一种 pen 啊，是写了那个印是隐形，变隐形要拿那个灯罩的，所以他就往那个方向去，很好笑很像，他就往那个方向去思考OK， 有一种 pen 它的印是用那个 lime juice， 懂什么 lime juice？ 柠檬的 juice，所以那些隐形的 pen 他们就是用那种 lime juice 放在里面，然后你写了是隐形的，是看不到，除非你眼睛有问题。没有，除非我不懂他们可以怎样弄给他看到的，就好像你可以写了，如果你这样弄也是看不到了，maybe 你放在暗的地方还是怎样才看到这样，差不多这样所以他就有一个 idea， 就讲如果那个 line juice 可以弄到那个 pen 的隐形，这样如果我撒在我的身上的话，然后去打劫银行的话，那个 CCTV 就抓不到我了。OK， 他就有这个 idea， 然后他就这样他就当晚他真的是拿那个 line juice 他是这样扎那个lemon这样，他要当鸡扒，滴在他身上然后那个 line juice 就滴到他满头这样都是满身这样然后他就很自信去打劫银行OK， 他就讲 OK 没有人看到我了，我已经隐形了然后他就去打劫银行然后打劫了银行，被抓，他就出去了打劫了，都从那个银行出去了，然后过了1个小时，那个警察去敲他的门然后就抓他，哇老就抓他走了，OK， 就抓他走了，然后这个案件也就没有什么好讲的就你偷钱你中抓嘛是吧？好，不，他中抓的时候那个警察抓他的时候他有讲一句话，怎么你们看到了？他讲话，你们怎样看到我的？我不是。OK， 类似还有讲这样的话，他讲什么他讲 ，But I want the juice 什么意思就讲saya sudah pakai itu juice，OK， 把是用英文讲他就讲 But I want the juice， 就是他很奇怪，我明明已经弄完那个 juice 怎么那个警察又发现这样有味道。OK， 可是那个警察也不会听他讲话的就是你打劫了就是 OK 跟我一起进监牢这样 OK， 所以来这个案件弄到2个心理学家很好奇，你懂这么好奇啊？他们好奇这么那个人会这样自信，就这么那个人会这样恐惧的 ，OK， 而且他也不像是有神经病的人，就是他好像是真的是相信明白？他真的是相信柠檬汁可以弄到你隐形这样，所以这两个心理学家他们很想要知道他的自信是哪里来的。这么你这样蠢，可是你又这样自信，你明白吗？就是你做这样蠢的东西可是你可以，你的 confidence 可以到这样高这样。所以他们就去 study 这个 case 然后他们就去做很多研究这样，然后他们就发现到什么呢？我们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没有实力的人哦，通常都会讲高估自己的能力，你听得懂我意思啊？这样有实力的人呢，真正有实力的人会讲低估自会低估自己，己的，会给自己的评价比较那个，听得懂我意思？就讲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到啊？一个真厉害的人啊，你遇到他的时候，他是讲的，其实很低调。真厉害啊，是比较低调啊，是比较谦虚的看。通常你不会看，他会好像你会感觉到他好像可能会，他不会好像每天好像指指点点这样的，就好像他好像，可是如果假厉害的人是怎样啊？每天吹就，很自信哦，啊，就好像会很自信啊，OK， 他会好像每天跟你讲他有几厉害这样，就是他会很说这样，好像很自信这样，OK，OK，我要你们 imagine 这个是 y axis， 这个真的是 y axis， 然后这个是 x axis，这个 y axis 哦是 confident， 这边是 confident 啊，然后这边是 skill， 你懂什么 skill 啊？就是你的技术，你的实力 ，OK。所以来，当你的 skill 增加的时候，你的 confidence 会讲，你的 confidence 会跟着上。所以来，这个是 confidence 啊，对，这个是 confidence 啊。所以来 ，skill 增加，你的看我手啊，你的就会往上啊你会往上。可是哦，当你的 skill 很少的时候啊，很少的时候啊，你的 confidence 是在这边的。就很少，就当你很少的时候，可是当你真正去研究、去 study 的时候啦，你的 confidence 会讲越来越低。会慢慢下来，慢慢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你开始在真正去 study 的时候呢，然后你要 study 越多，你会发现什么？你越不自信了，就是你越多越不自信了，然后等到几时他才会上回。等到你开始有好像花了时间去 study， 然后才慢慢才会上回来，OK。可是哦，你怎样上啊，你都比不过那个蠢的人。就是那个最蠢的人哦，他们的 confidence 永远是最高的。所以为什么你们听有一句话人家讲的话，就是讲你跟蠢人讲话啦，你不可以讲真话，就是对付蠢人哦，你不可以讲真话，因为你很蠢的话，你要怎样知道你很蠢？你听得懂我意思啊？就讲你讲不赢啊，听得懂吗？就你的认知，如果你要跟一个认知低的人讲话啦。因为认知低的人哦，他们懂干嘛？他们认知低，他们不懂啊嘛。你听懂吗？所以就这样来，所以来你们不觉得很神奇？就好像来，越没有实力的人，反而会越自信，反而是有实力。可是其实你明白吗？那个原因，因为当你没有实力的时候啊，你的认知很低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很容易这样你。的认知是最高的。啊，就好像那个井底之蛙这样，就好像在那个井里面哦，那个青蛙住在里面嘛。所以他就以为他自己是 the best 这样，因为他就以为全世界就只有这样嘛，他永远体会不到外面那种海洋世界，他永远看不到，因为他就这样子，永远就看上面，他就以为他的世界这样小，我是王啊，根本没有人就这样，就只有他一个，你明白吗？所以他永远就是以为他自己这样 ，OK， 这样懂了这个又怎样？他可以怎样帮助到我们生活里面？啊，可以怎样帮助到我们？有时候我们也是会讲。学新东西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很快变得很自信啊。就比如讲，有时候我们要学一个新的语言，通常我们会一点点哦，我们就会很自信了，我们就以为我们会完全部了，是这样的。好像比如讲，你学一个你不懂的领域这样啊，你会发现哦，你一学了一点啊，你就已经开始很 confident 了，你就开始好像以为你自己懂很多了。可是当你遇到一个学了10年的人啊，你会发现其实那个学了一个星期的人哦，会很自信的，他会好像比较创意的人。可是那个学了10年的人哦，他们会比较，因为他学了10年，所以他知道是有多的复杂，他是来这样，还有很多所以他就会比较低调一点，明白？所以就导致有这样的现象呢。而且这个东西它不是只是刚刚我给的 example 是什么呀？那个小偷那个嘛，小偷那个嘛，这个哦不是只在这个小偷不了的，你懂在考试的时候啊也是这样的，就好像你们考试啊也是这样。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讲过？我发现到很多来焦虑的学生啊，都是这样的学生，很厉害啊！就是比较考比较 strong 的学生啊。OK，中国这样，中国不是应该是
比较可能不及格的学生比较焦虑吗？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他不够自信，他怕不够，他考得不够好。OK， 可能你会讲，哎呀，老师，因为那些 fail 的人他们已经习惯 fail 了，所以可能你会这样讲，哎，hello， 那些考 B 的人也是习惯考 B 的啊，可是为什么他们比较焦虑？他们也是习惯啊，对吧？所以我觉得那个原因不是因为习惯不习惯啊，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当你什么都不会的时候呢，你没有那个判断能力啊，你听懂吗？你连自己不会那个你也没有那个能力啊，因为你的认知，你的实力很少的时候啊，你会连判断自己没有能力的那个能力都没有，所以你就会很 confident 啊。可是真正好像有自己去 study 过啊，有真的他们就知道 OK， 其实是我还有很多东西不会的。所以为什么我讲那个时候你还记得吗？我讲 how to study 的那个 video 啊，不是有讲咩？如果我遇到一个学生，他是老师，我已经 confident 了，我已经做过题目了，就谁了？我就讲什么？我知道这个学生一定是完蛋了。还没有 study， 一定还没 study，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心理学的这个效应啊，因为没有人是这样 confident 的，这种 confident 是因为你不会太多东西所以你才 confident， 他不是真的 confident 的差不多。然后我想要讲一下这个心理学的这个有一个名字，这个如果你上网找会找到，它是叫 Dunning-Kruger effect。Dunning-Kruger effect， 然后 Dunning 跟 Kruger 呢，就是这两个心理学家的名字Dunning-Kruger effect。然后这个 Dunning-Kruger effect 呢，就是讲什么？当一个人越有实力、越有能力，他就会越容易看不起他自己，或者他就没有这样自信，反而是更担心反而是越没有实力的人会很自信 ，OK。所以如果假设有一天你没听这个是一个新手就是初学者let's say 他学 piano， 初学者 piano 第一个人是这样 ，OK， 初学者 piano， 第二个呢学了5年。第二个是学了5年第三个是一个大师他是教人家的，可他是玩了20多年的，OK。然后假设他们3个人在台上要聊关于 piano 的话题这样，然后下面有很多观众谁会赢那个 popularity 的 word？popularity word 就是好像谁会投票给谁最 popular 这样。所以你懂吗？那个结果会是怎样？全部人会投给谁？会投给那个最弱的那个。最弱的，你懂这个吗？他讲最多话。那个初学者他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因为他学了1点嘛，他很 confident 这样。然后通常我们人类是会讲，是一定会相信那个比较自信的人。比较自信的一个 ，OK， 因为台上观众可能也是不懂 piano 的人嘛。可是那个学了5年那个呢，他学了5年，所以他知道他距离那个大师级别还很远，所以他很不自信，所以他在台上讲的时候，他会好像就是好像不想要讲然后大师呢 ，OK， 大师也是很 confident， 可是他讲话他会低调一点，因为他知道有一些东西他也是还没有很会，他是study了20年的人家所以他知道有一些东西是他会给他的意见，他会保留一点这样，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有多么的复杂，有多么的困难这样，所以当那些观众听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因为觉得好像这个是如果要投谁最 popular 一定是这个赢因为他最自信，可是他的自信是瞎出来的，就是那个 blind confidence 盲目自信听得懂吗？OK， 我讲这个原因也是因为希望你们可以自己知道自己认清自己的level，因为有时候你的 confidence 跟你的实力是不对比的，而且我们评价我们自己是不准的就好像你照镜子的时候你怎样看你自己是不准的就不管你照镜子是觉得自己帅，还是觉得自己丑，还是觉得自己矮，还是很难看，还是什么，全部都是不准的只要是你觉得的，一定是不准的这样什么才准？别人讲也未必准所以要讲
OK， 样貌这些东西，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审美不一样啊。但是分数没有的改出来的分数是不会骗人的，看。就好像如果你要知道你要认清你现在的这个 MS 的那个 step 是哪里啊，那就看那个 pretest 分啊，那个不会骗的啊，那个就是最准的啊，不要再找借口了，那个一定是那个就是最准的啊，所以那个就是真正的，那个就是真正的啊，这样子。当然我讲这个不是为了要摧毁你的自信啊，不是要弄到你好像不看到你自卑还是什么，绝对不是啊，我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它很重要，不只是重要在考试啊，你之后要做那种很大的决定的时候啊，因为有时候你盲目自信的时候你会做那种很蠢的东西的，因为你以为你自己这样 OK， 然后到最后听得懂啊，就是好像你要懂这些东西这样然后它也会帮助到你别的 area 也是做工这样，好我你没有发现到啊？如果你要知道一个人是真厉害还是假厉害啦，如果是我的话，其实你看他怎样对年纪小过他的人，你就知道了。就如果你要知道一个人啊，他是真厉害还是假厉害哦，你看他怎样对他小过他的人就知道。听得懂意思？在我的态度。因为我们人都很喜欢在年纪比我们小的人啊。因为如果你在你年纪小的人啊，你给出的样子是好像很穿样就好像很穿样，好像来。我比你大。就指指点点这样，OK， 就好像我就是最大，我就是最强你就知道了，这种就是盲目自信就是我讲这样因为假厉害的人才会这样子。假厉害的人是这样，你一遇到他每天在很大声讲话，就是好像哇这样。可是真厉害的人不是这样子的，真厉害的人他会在你面前承认他不会，他会跟你讲我不会，或者我不知道 ，OK， 或者他会讲出就他会放低他的身段这样，是这样子的，是吧？你看身边人全部都是这样 ，OK。当然你也不要只是看外面你也是要看你自己这样，因为有时候你自己也是会陷入那个幻觉这样。所以这个Dunning-Kruger effect 就是讲是这样的东西你们的 confidence level 是1到10是多少？0。OK 啦，我希望你们可以知道了这个之后，然后可以at least 这个东西可以帮到你这样，不是只是在这个考试，然后在之后的你要做大决定也是，就你可以想一下，我这个自信，怎么我会这样自信差不多这样，就比如讲，我最近有开始看那种煮菜video的。你要煮给我们吃。我们会来找你的老师。OK， 之后我突然有想要学习东西这样然后我就开始，对了，其实我以前很久就已经有这个想要学煮的，因为我每次在那边吃然后我就很想要煮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这样，可是我又不会嘛，所以可是我的知识是0煮菜一点都不会就煮杯面那个水就是在倒水过来，OK， 所以我就开始看那种video然后我就有去找一下，如果初学者要学怎样煮菜，应该要学什么先？因为不可能你学那种难的嘛。然后我记得很多人讲是学炒饭，炒饭很容易就是 scramble egg 对不对？他们讲是这样。包蛋是吗 ？scramble egg 是炒的，打沙牛肉炒。所以如果对我一个没有知识的人来讲我要去学的话很难。一定是很难。假设我已经会了 scramble egg 跟炒饭假设会了，或者我只是会煮了，我会很容易什么？我们会很容易什么？我会煮饭了。我会煮饭了，我们会到处跟人家讲我会煮饭了，我会煮饭了。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真正厉害的厨师真正在 restaurant 做工我们会呈现出的样子会自信过这个。连那个在那个厨师煮饭，哇，这个人是不是？因为比我劲假设两个人不认识的话，那个专业的厨师一定会觉得好像这个人怎么样自信就是他是不是煮饭很厉害的？没有，真的是这样的通常有实力的人他们永远遇到没有实力的人他们反而会更弱他们不会看穿的，他们会因为
然后你骨骼 effect 就是这样，你越有实力哦，你会反而会觉得自己还不够还不够这样，或者他会觉得不自信这样，没有这样自信，所以他反而会觉得，哦，这个人他应该很厉害，我应该要向他学习这样，对，有实力的人哦都有这个样子的，他想要跟人家学习的，他每次看人家的东西，然后想要好像跟他学，他会问人家，你是这样的，你是这样，可是没有实力的人呢，他就好像这样，那结果错了。炒饭啊，对不对？然后人家抓去厨师就。差不多是这样OK， 当然我不会陷入这个陷阱啊，就是我可能之后会真的是会去认真去学，可是我不会啦，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从不会教书到教书，我知道那个过程是要这样子的，所以如果我学游泳或者我学煮菜，我也是知道我一定也是要很久这样。一定是这样的，差不多这样，而且我也知道这个 effect 嘛，我知道这个 effect 嘛，所以要怎样make sure我们没有跌入这个陷阱，就是 first 就是我现在跟你讲了嘛，所以你已经懂了有存在这个东西嘛，就是我们人类会automatic 这样嘛，所以第一就是你让你自己知道有这个幻觉，然后第二就是你好像下次有很自信的时候，你就问一下你自己这样，OK，就保持谦虚这样，保持谦虚。谦虚吧，也要自信。这些东西不可以谦虚到不自信的那一种，就是谦虚吧，也要保持自信这样。OK 了，我要讲的是这样了。哦。OK，我现在要讲这个题了，就是